男人把信件放进了邮箱里，可他还没走开多远，突然就听见邮箱把手自动弹开的声音。他连忙回去查看情况。当他再次打开邮箱时，却发现已经收到了对方的回信。他环顾了四周，却连一个人影都没发现，而且更诡异的还在后面。信上的人告诉他，因为季节天气反常，晚上将会迎来一场暴雪，因为这场暴雪会导致很多人生病。他提醒男人要提前做好防护。看完信后的他觉得这也太扯了，现在明明是4月份，怎么可能下雪呢？他继续吃他的晚餐，并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可当他转身看向窗外时，却傻眼了。窗外竟飘起了雪花，而且越下越大，这让他感到非常的不可置信。等到天亮时，他走出了屋外，发现外面已经积了一层厚厚的积雪。爱丽丝是一名建筑设计师，不久前她刚刚买下了这栋坐落在湖边的玻璃小房。这天她刚准备搬进来，发现邮箱里面竟留有一封信件。当她拆开信封，发现是前一位房主留给她的信。信上的人说他名叫凯特，因为工作繁忙搬离了这里，但由于还没来得及更换收件地址，要是有他的信件寄到了这里，希望爱丽丝能帮忙转寄给他。他在信上留下了他现在的住址。他还告诉爱丽丝，门前的狗脚印是他搬进来之前就有，而且在阁楼上也留有。对此他表示很抱歉，他特意出去查看了一下，并没有看见他所说的狗脚印，就连阁楼上也没有发现。他认为一定是他弄错了。第二天，爱丽丝决定给过道生锈的栏杆翻新一番。她正在刷着油漆，突然跑来了一条野狗，直接踩在了油漆上。就这样，过道就留下了一排狗脚印。她忽然想起了凯特说的话，她爬到了阁楼，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个信封。难道他是一位预言家吗？而此时，凯特正在广场陪母亲吃着午餐，突然在他眼前的不远处发生了一起车祸。身为医生的他，一边拨打着急救电话，一边冲向男人准备进行施救，但男人由于伤势过重，已无力回天。回到医院的凯特情绪很低落，同事见此情形上前开导他，劝他出去散散心，放松心情。于是凯特又回到了湖畔小屋，听着大自然的声音，让他的内心也平静了许多。他打开了邮箱，看到了爱丽丝给他的回信。信上爱丽丝告诉凯特，湖畔小屋已经空了好几年了，他认为字条应该是要留给别人，倒是狗印子让他觉得很好奇，而上面的落款日期是2004年。凯特认为一定是爱丽丝搞错了日期，表示自己之前确实在这里住过，只是他搬到了北雷新街1620号，而现在的时间并不是04年，而是06年。2006 What if you made 2000？ 晚上他和弟弟在酒馆小聚，他将这件诡异的事情告诉了弟弟。弟弟认为或许到对方留下的地址去看看，也许就能真相大白了。于是两人来到了凯特信中所提供的地址，可这片小区却还在基础建设当中，他感到很是疑惑。第二天，他又立马给凯特回了信，他认为一定是凯特留错了地址还有时间。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是对的，凯特找出了一张2年前的照片。那天是4月3日，夜里天气反常，竟下起了一场大雪。他让爱丽丝做好防护措施。当爱丽丝清晨醒来，果真看到了白茫茫的一片。爱丽丝这才相信凯特的话。她突然意识到，他们正在进行着一场跨越时空的交流。此后，他们之间的通信越来越频繁。他们在信中互相介绍了彼此，谈论着各自的工作还有兴趣爱好，分享彼此的生活和感受。虽然他们跨越了2年的时差，但在他们的身上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并且他们还惊奇地发现，两人所养的竟是同一只狗。She's skinny, has sad eyes, snores, and sleeps like a person. I don't know why, but I call her Jack. Hello, Jack. 在往后的时光里，不管他们多忙碌，都会抽空给对方回信。慢慢的，给彼此回信成了两人的日常。虽然从未见过对方，但在书信的牵引之下，两人在彼此的心中都产生了莫名的情愫。爱丽丝邀请凯特周末一起出去散步，他们行走在不同时空的街头，一起感受着当下的美景。爱丽丝还给凯特带来了惊喜。凯特一天的工作很忙碌，可每当他停下来喘口气时，才发现自己现在变得很孤立，只能和杰克下棋来消磨时间。他总会想起湖畔小屋，还有那里的树木，只有在那里时才能让他的身心感到放松。爱丽丝看着眼前的树苗，突然她想到了什么，于是她开着她的皮卡车拉着树苗，晚上来到了凯特还在建设的小区前，一个人艰难地将它种下了。某一天，凯特冒着大雨回到了公寓楼下，他不小心摔了一跤，当他抬头时，竟然发现这里长了一棵茂密的大树。这天，爱丽丝的弟弟来湖畔小屋看他，他发现哥哥的行为有些异常，像是坠入了爱河。You have a girlfriend? Nah, no. What is that? You hesitated. No, I didn't hesitate. Come on, man. I don't have any time for that. 虽然爱丽丝没有承认，但凯特在他心中早已占据了某些位置。
这天，凯特告诉爱丽丝，2年前的今天，他在车站遗失了一本书，这是他的父亲生前送给他的。这本书对他意义非凡，如果可以的话，希望爱丽丝能够帮他找回。收到凯特的信后，爱丽丝立马开车来到了凯特所说的车站。她下车后开始不停地寻找，下一秒，她竟看到了2年前的凯特正和她的男友在一起。她愣在了原地，不知该如何是好。等凯特上了列车后，她发现了凯特遗落在长椅上的书籍，她连忙拿起来想要还给凯特，而此时的凯特却不认识眼前的爱丽丝。爱丽丝就这样看着列车慢慢远去。她虽然没有将书本交给凯特，但她相信未来某一天一定还有机会亲手送到她手里。得知这个消息后，凯特对爱丽丝感到很抱歉，于是2人约定，等找到合适的时机，2人再约定相见。这天，女同事疯狂地向她示好，她想邀请爱丽丝晚上一起共进晚餐。而就在这时，杰克在后面不停地狂吠，下一秒竟跑下了车。爱丽丝在后面不停地追赶，杰克带着爱丽丝跑过了一座小桥，然后来到了一栋别墅前。 Come here, Jack. What were you thinking, huh, girl? What were you thinking? Just never run off like that before. Keep an eye on them. 从交谈中得知，这里竟是凯特和她男友的家，而且今天竟是凯特的生日。凯特的男友今晚要在这里为她庆祝生日，他热情地邀请了爱丽丝参加今晚的派对。想到晚上可以再次见到凯特，爱丽丝便答应下了对方的盛情邀请。晚上，凯特刚回到家，便收到了大家为他精心准备的惊喜。爱丽丝在人群中向他挥手，但凯特还未认识眼前的爱丽丝。摩根将凯特一一介绍给了他的朋友认识。宴会还在进行中，凯特却一个人跑出来透透气，因为他很不喜欢这种热闹的氛围。恰巧爱丽丝也在外面透气，爱丽丝主动上前跟凯特聊天。 Happy birthday. Thank you. I hope it's a great year for you. Thank you. I'm Alex. Big house guy. Yeah. How you doing? 随后，爱丽丝主动聊起了凯特丢失在车站的那本书，2人瞬间打开了话匣子。书中的内容让凯特想起了他情窦初开时的恋情，既热烈又难忘。可聊着聊着，凯特又突然变得伤感了起来，因为送他书的父亲已不在人世，这让一旁的爱丽丝有些不知所措。她不知该如何安慰凯特。然而就在这时，室内传来了一首温柔的音乐，在凯特的示意下，2人在外面竟跳起了舞来。不知道为何，凯特对眼前的男人竟有一种熟悉的感觉，2人深情地注视着彼此，情不自禁地吻向了对方。而就在这时，凯特男友及时出现，打断了2人，让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只是热情的邀请，最后竟成了引狼入室。最后，爱丽丝只好尴尬地离开了。2年后的同一天，凯特已经恢复了单身，他和同事在酒吧喝酒解闷。回想到2年前生日上发生的事情，他突然想到了什么，原来和自己亲吻的那个人就是爱丽丝。他写信给爱丽丝询问真相，指责她当初为什么不能勇敢一点。 How? You were with your boyfriend. You know what? Excuses, excuses. You are a coward. I'm not a coward. Oh, really? Well, what about your girlfriend? What? I told you already. She's not my girlfriend. She's not my remember? boyfriend either. 2人第一次产生了矛盾，要是当初2人都勇敢一些，或许现在已经是另一个结果。爱丽丝刚回到家，就收到父亲心脏病发住院的消息，她匆忙地赶到了医院。主治医生告诉她，父亲的心脏病发虽然现在只是微型的，但仍需要动手术。爱丽丝从小就缺乏父爱，长大后2人的关系更是一度很紧张。她向凯特倾诉，因为父亲一直投身到事业上，长期以来缺乏对家庭的关注。更让她耿耿于怀的是，直到母亲的离开，她都没来出席葬礼。虽然父亲某些做法让她无法原谅，但毕竟父子连心。当知道父亲生病后，她还是为他感到心疼。爱丽丝一直守护在父亲的病床前，看着他瘦弱的脸庞，曾经的怨恨也消散了许多。这天，当爱丽丝还在上班的路上时，突然接到了父亲离开的噩耗。而凯特在医院的资料库查到了爱丽丝父亲离开的日期，他急忙找到医生代班后，匆匆离开了医院，然后来到了湖畔小屋这里。他想用自己的方式来陪伴爱丽丝。他将爱丽丝父亲的自传寄给了爱丽丝，这本自传是2年后才发行的。他想让爱丽丝知道父亲一直是爱着她的。当爱丽丝打开父亲的自传，上面除了他生前最爱的建筑，还记录了他跟家人的信息。他一直用自己的方式爱护着他的家人。爱丽丝看完自传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她在湖畔思考了许久，心中突然涌起一股想要跟凯特见面的冲动。 Pick a place. I'll be there. I promise. Tomorrow. What do you say? But Alex, it won't be tomorrow for you. You're gonna have to wait. I know. I don't care. I'll wait. Are you sure? I don't know. I do. I've never been so sure of anything in my life. Okay. I'll see you in 2 years then. See you tomorrow then. 于是爱丽丝来到了凯特最爱的那家餐厅，预约了2年后的位置。这天，凯特盛装打扮来到餐厅，他左等右等，直到餐厅只剩下他一人，都未等到爱丽丝的出现。
You weren't there. You didn't come. 爱丽丝感到非常的疑惑，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没有去赴约，一定是遇到了什么事情。她想跟凯特重新约定其他时间，可这次却遭到了凯特的拒绝。她认为错过就是错过了，她不想让自己迷失在这个美丽的幻想里面，是时候要面对现实的生活了，并且她请求爱丽丝不要再给她继续写信。可爱丽丝不想就此放手，她仍然坚持每天给凯特写信，述说心中的思念，但此后再也没有收到过凯特的回信。而另一个时空的凯特，自从跟爱丽丝断绝熟悉往来后，又恢复了原有的生活。这天，她正跟同事们一起聚餐，突然她收到了一个熟悉的电话，前男友因为无法忘记凯特，然后前来找她复合，并且还在凯特的城市找到了新的工作，于是两人又走到了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爱丽丝认为凯特已经完全忘记了她的存在，心灰意冷的她决定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她把凯特的信件都收了起来，放到了阁楼上。第二天，她找到了凯特的男友，她将湖畔小屋的钥匙还有凯特遗落在车站的书籍一并交给了凯特的男友。她希望凯特幸福，同时也为两人的曾经相识画上了句号。离开了湖畔小屋，爱丽丝搬回了曾经的家，她又回到了父亲原来的公司工作。跨年夜上，大家都在高兴的倒数，庆祝新年的到来，只有她一个人在窗边暗自伤感。又过了2年，凯特和男友购置了一套老式的套房，他们决定重新装修一番，以此来作为他们的婚房。他们对比多家后，找了一家价格相对划算的设计公司。这天刚好是情人节，她为男友准备了礼物，而摩根因为太忙，竟然忘记了。爱丽丝的弟弟亨利出来接待了他们，亨利带着他们来到会议室洽谈细节。临走时，凯特无意间看到了墙上的设计图，当他走近细看时，画上的建筑正是他再熟悉不过的湖畔小屋。 Who did this drawing? My brother did, actually. Who's your brother? Alex Weiler. Did you know him? Yeah. Yeah, I know. Do you know how I can get in touch with him? Is he anywhere that I can? How? I'm sorry. He died 2 years ago today, actually. There was an accident. 听到爱丽丝的死讯，瞬间让她悲痛万分。突然间，她又想起了什么。原来2年前的今天，在广场前死去的那个人正是爱丽丝，这就是她为什么没去赴约的原因。得知真相后的凯特立马开车赶回了湖畔小屋，他想写信阻止爱丽丝前往广场那里。而另一个时空的爱丽丝刚和弟弟从公司出来，从弟弟口中得知 Valentine's Day today. Taking out Vanessa, my girlfriend. What's the date? February 14th. February 14th, 2006. Yeah. 突然他想到了什么，然后他立马开车赶往湖畔小屋。他找到了凯特当年写给他的信，凯特在信里告诉他，情人节这天他在广场陪母亲吃午餐，然后还目睹了一场车祸的发生。为了能再次见到凯特，他又匆匆赶到了这里。终于他见到了让他心心念念的爱人，而另一边的凯特早已泣不成声。他祈祷爱丽丝不要上前和他相认，让他再耐心等待2年。他在信上和爱丽丝约定，2年后在湖畔小屋再约定相见。而此时，爱丽丝驻足在凯特的眼前，他又拿出了那封他还来不及看完的书信。此时的凯特已经哭成了泪人，他不知道最后这封信爱丽丝是否已经收到。而就在此时，一辆汽车突然出现在了眼前。这对跨越时空的恋人，历经了4年的生离死别后，终于重新走到了一起，也再没什么能将他们分开。生活中总是遇不到对的人，或者对的人总是错过。然而不管是在过去或者是未来，总会有人在等着你。真正相爱的人不惧等待，因为他们坚信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们一定会走到一起。